在台湾的几次面试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面试者会跟我聊很久，而且聊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跟工作相关的内容。那其实有一些人给我的反馈是觉得我的能力太高，这也是缺点嘛。那我现在可以凭着我在台湾看一些公司招聘讯息，以及我自己亲身在台湾工作的经历，来讲一讲上海这个城市和台北这个城市两个城市之间的工资结构上的差异。Hello， 大家好，我是韭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那我终于要告别我这个全职家庭主妇的身份，马上踏入台湾的职场了。因为拍影片有一些时效性的关系，所以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工作了。这段时间我七七八八大概面试了5、6家公司吧，差不多有这些公司，不算很多。因为其实最初的几家公司面试下来之后，我就对自己要找的工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了，就是我现在找工作，现在这个阶段真的时间限制还是蛮大的，必须考虑到要下班去接小孩放学，然后再买菜做晚餐这一点，而且还时不时可能小孩出一些状况，需要在家里照顾他们，学校停课什么的，所以必须找一个比较有弹性，然后工作强度没有那么大的工作，所以我可以选择的余地并不是很大。然后选中了几家，投了简历呢，最终叫我去的大概也就5、6家公司，面试下来，最终确定了一个准备去上班的地方。在台湾的几次面试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面试者会跟我聊很久，而且聊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跟工作相关的内容。可能是因为我身份的关系，从对岸来的一个上海人，所以很多人会跟我聊过去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经历，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面试工作者跟我分享他在上海银行取钱的一次经历，他觉得非常不满意。他说我在银行里存钱，然后我突然要取10几万、20万这样的一个数量，银行还跟他说没有办法当场取，要提前预约。然后他就在那边跟我面试的时候拍桌子说太不满意了，说我明明就是存钱的，现在搞得像我跟我父母要钱一样，要去跟他说爸爸能不能给我20万，我要取出来用。几次面试的经历都让我很愉快，也是我接触台湾社会的一段经历。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是太热情了，以至于他最后跟我聊完，我都觉得这个工作肯定要我了，但是有一些工作就是等了几天没有声音。我还是比较不死心的一个人，我还会去问你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要我，让我可以在下一次的面试当中吸取这个教训。那其实有一些人给我的反馈是觉得我的能力太高，这也是缺点嘛。就是我是能理解公司的想法啦，他可能会觉得找一个超出自己公司需要的水平的一个人，这个人的人心会比较不安定。人都是好高骛远嘛，肯定想去更好的地方做。也就是他这个工作可能并不需要我这样的工作经历，他可能找一个刚出社会没多久1、2年工作经历的人就够了，所以他也会有这方面顾虑，我非常能理解。那不管怎么说，总之我现在也找到一个时间上还比较弹性，然后工作内容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的一个工作。那其实我在很早以前，就是可以说刚来台湾没多久，就非常想说一个内容，也就是拿台湾或者说台北的薪资来跟上海的薪资做对比。当然我知道这个内容非常耗费精力，你要去搜大量的数据，所以一直以来这个话题就让我拖延症发作的非常严重，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做过这个功课。那我现在可以凭着我在台湾看一些公司招聘讯息，以及我自己亲身在台湾工作的经历，来讲一讲上海这个城市和台北这个城市两个城市之间的工资结构上的差异，粗浅的来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首先从我最了解的广告设计这一块来开始跟大家分享我找了一些还算是比较高阶的，也就是出社会工作经历大概有3、5年这样一个能力需求的工作岗位的待遇。我看到他们的工作待遇基本上会达到4万以上，但是是在4万跟6万之间有这样一个范围，区域范围。像这个就是
3.5万到6万，然后这个品牌视觉设计它是4万到6.5万，这个还算蛮高的。然后像这个美编主管已经到主管 level 的，它就是有6万到8万。我觉得这个在台北的设计行业里边，是我所看到的一些里边算是最高的了。像这个视觉设计师就是3.6万到4.5万，基本上跟平均水平相符。然后这个是统一超商集团的专案，也是负责广告设计这一块的，它是3.7万到5.2万。这个平面设计师 designer 就是3.5万到5万。台北的广告公司或者是一些设计人员的待遇，大概就是我上述分享的这样一个区间范围。那我刚刚找的还是算应该说比较偏高的，因为我也看到很多是比较低的薪水，他可能对于工作经验没有要求那么高，通常是工作1-2年就可以胜任的岗位，他的薪水基本上是在3.2万到4.5万这个区间浮动。也就是我现在观察下来，就是设计师应该可以说粗略的分成3档，也就是低阶、中阶和高阶3档。低阶通常就是3.2万到4.5万这样一个差不多1万左右的浮动，那再上去呢就是4万以上到5.5万甚至6万这样一个浮动。6万以上的工作真的还是比较少的，也就是高阶的工作，可能有一些薪水面议的，它是可以达到6万以上。但是以我这一段时间的面试经历，我觉得好像这样的工作真的还是蛮少的。所以这就是我出来台北看一些公司招聘的第一感受，就是做设计好像是上海拿到的钱比较多。上海的设计师薪水是怎么样的呢？我也找了一些上海的招聘网站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像这个最基本的设计师，他的薪水是1万到1.5万，是人民币啊。他是要求3年以上的工作经历。那像这个5年以上就是1.2到1.4万，他是拿13薪，那平均下来就是差不多有1.3万左右。它是5年以上。那这个平面设计也是3年以上，是1.3万到2.6万，它的区间还蛮大的。这个也是资深创意平面设计师，1.5到2.5万。以上这些都是人民币的价格。那以我自己在上海做设计的经验，我觉得通常的设计师的薪水都可以达到台币来算的话是6万左右，也就是1.5万人民币左右的这样一个薪水。这个是并不是很难的，它通常是初阶或者中阶的设计师都可以达到。那像我刚刚分享的，在台北要找一个6万以上的，是属于很高阶的设计师。就相对来说，我觉得在上海，你作为一个设计师更容易找到一个大概在6万左右，至少5到6万台币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才会有我觉得设计师在上海比较好混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还找了一些在上海比较高阶的设计师的薪水是这样子的，创意总监、设计总监，他是2.5到3.5万人民币，然后这个创意总监是2.5到4万，这个平面设计总监是3.5到6万。那像在上海这样的比较高阶的设计师的岗位，相对台北来说，我感觉我个人感觉要比台北更容易找到有公司需求高阶的设计师，而且他们的薪水基本上是最低是2.5万人民币，2.5万人民币也就是差不多在10万左右，10万的下限，然后上限是更多，可能会达到15万或者是18万这样的台币。所以以设计师来说，我觉得在上海更混得开。你从低阶到高阶，低阶的薪水可能跟台北中阶的设计师薪水接近，那高阶的就要比台北相对来说更高一点。但是工作量来说，我觉得是上海的会强度更大一点，这是以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来得出的一个判断，并不一定太准确。因为台湾我面试过的几家公司还是跟我说加班的情况不多，而且公司不提倡加班，而且以我自己来判断这家公司的工作量，都觉得不太需要加班。所以在劳动保障上面，我觉得台北是更胜一筹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服务行业这是台北的一些服务行业，这个是餐饮正职人员，他的薪水待遇是3.5万到4.5万。这个也是一家餐饮店，是3.2万到3.5万。他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11点，中间的8个小时是分早班、晚班和假日班的，是需要轮班的。那像这个吉屯屋，它就是3.6万到4万。台北的餐饮行业我看过，大部分就是3.5万到4万，3.5万左右偏多。那上海的餐饮行业通常都是多少薪水呢？我也找了一些分享给大家。这个是餐厅服务员，5.2到7.5是人民币啊。这个也是餐厅服务员，6到1.2。
也就是换算成台币的话，就是差不多在2万台币到3万台币之间，是一个上海做服务员普遍的薪水范围。这里已经可以比较出来，在上海做服务员就没有在台北做服务员工资那么高，而且我觉得上海应该是会更累一点，它的工时可能不像台湾这边那么有保障。那再来我就看了一下我之前非常感兴趣的在台北做保安的薪水范围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士林区银行保全，银行保全的薪水是2万8到3万，这个还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配合银行嘛，早上8点开门，下午3点半就关门了，时长比较短。那像这个新北的保全就是4万3的月薪，但是通常保全的工作时间就会是12个小时，比如说早上8点到晚上8点，或者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夜班应该稍微高一点。这个就是士林区的一个应该是社区的保全，它也是4万2左右。像这个台北市大安区的保全人员就是4万4，台北的保全大概就是4万到4万5这样一个薪水范围。那上海的保全是怎么样的呢？我找到这个看浦东厂区坐岗保安直招，它的薪水是5.4到5.8，巡逻坐岗保安包吃住5.7到6.5，这个是商务楼白班巡逻保安6.4到6.5，它工作时间也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12个小时。那可以看到，其实在上海做保全的话，基本上薪水待遇是在3万台币左右，应该没错吧？那分享了以上这些从设计行业到服务行业以及保全行业的这3个行业领域的薪水区别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台北各行各业之间的薪水差距没有很大，当然也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它的差距范围没有很大。但是在上海来说，服务员的薪水就真的是很低，只有到5、6千人民币一个月，也就是差不多台币2万出头一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做服务或者是一些时长比较久的，可能更偏向于体力活的薪水要比上海高很多，福利待遇要比上海高很多。但是就是你如果要找高阶一些的职位，它的竞争，它的需求吧，可能也没有上海那么高，就是可能很多人要挤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个职位，像上海就是高阶职位的需求量要比台北来大一点，所以这2个城市在薪水待遇上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当然哪一种更好也是比较见仁见智，而且我个人的观点也是比较有局限性的，可能只是以我自身的经历来分析这2个城市薪水构成的不同，大家可以各自在留言区尽情分享自己的看法。那我们这一期关于2个城市的薪水分享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大家各位。